看来还没死。不过大钱的库役有的是时候，你就等着享福吧。我还没有去找你，你竟然敢先找到我头上来了。天下气运只有这么多，可容不了2个仙人飞升。只有杀了你，我才能追寻大道。老东西，找死来了！取你项上人头，助我无上仙道。你只能取自己的人头。30年的点数，全部加到了力量。我修道200年，以飞剑入道，当是天下杀力第一。你单凭拳头修行，凭什么跟我叫板？因为你自己是个废物。你打小就这么嚣张吗？我无父无母，3岁上山，16岁练剑，26岁天下无敌。这也不是你嚣张的理由。天下修行就是一个抢字，你不争不抢，靠什么修行？别人的施舍吗？既然要争，去和该争的人争，来皇城发什么疯？我就是来与你争的。天下机缘有限，杀了你，我才有飞升的可能。你这资质也想飞升？你比我厉害，自然你说什么都对。你来的时候，就该想好自己会死。你不只是金丹，我是彩丹。成就元婴便会飞升，此界容不下元婴，飞升后会被划分到上宗扶摇仙宗。告诉我这些，奢望我饶你一命？哈哈，飞升之后你也只是地下的蝼蚁。那你为什么要飞升？为了当蝼蚁吗？不飞升，便只有寿元耗尽，身消道死。你不愿争抢，到了上界只能当一辈子蝼蚁。至少我还活着。斩杀此界金丹强者，无敌1+1。3000抹才能成就无敌之人，如今不过4抹，还差得远。没有受伤吧？让你担心了。他要找我打一架，你放他来就是了，反正也打不过我，哪用得着自己去拦他？这人一看就是个莽夫模样，出手不知道轻重。你这细皮嫩肉的去拦他，太不知道了。我怕他打扰到你修行了吗？你给我说要结成金丹，万一他打扰了你，
导致你结丹失败了怎么办？我不结丹一样能杀他。下次要还有这种事情，你先跑，不用管我，我是无敌的。好，但是我能不能在旁边看着呀？那你千万要安静看着，别再出来拦着了。不会了，你的伤真没事吗？应该、大概、可能没事吧。给我看看。不能随便看了。还是让御医看看吧。你们处理一下战场的。这老家伙活着就不安分。给他骨灰扬了。陈哥，怎么了？你要看看我的伤势吗？今夜我们只谈医术，不论其他。那你快进来吧。要想获得长生，就得飞升去往仙界。清月无法长生，我还要去仙界找许真，不能永远留在此界。我不想在无敌之前失去太多的东西。决定了，从今天开始打造无敌。哇，下雪了呀！陈哥，你喜欢吗？蛮喜欢的。为什么呀？可能是我的老家很少下雪吧，所以我才喜欢看到雪。陈哥的老家在南方吗？那里确实不常下雪。不，在远方。不管多远，总有一天能回去吧。无所谓了。陈哥，我们来堆雪人吧。好。这次我们要堆2个雪人，肩靠着肩，好不好？副宗主此行前去大千皇城，据说是要给那出事的老仙人当帮扶，但副宗主终究是高估了那老仙人。那老仙人的名头说得如此无敌，还好意思和大宋孤师并称什么世间两仙人？我看就是狗屁！那大前孤师臣下也真是太过无敌，传言锤杀老仙人不过30袭，无人能挡。若是那大前机师来海外找我们怎么办？不可能！这里全是海外荒岛，我们又开合于荒岛之下，紧邻海水，他不可能找得到我们。我们总不能躲在这里一辈子吧？总要与外界接触。若这大前国师在海岸围堵，该如何是好？不如我们传信给这大前军师，顺便送上一些宝物，以表我们的诚意。这个方法倒是可以，但要是这大前军师不来该怎么办？应该不会，他可能也在找我们呢，说不定现在就来了。是在找我吗？正好，我也在找你们。今天给你们2个选择，死或生。我不是一个嗜杀的人，但我会杀人，所以给出你们的诚意，我可以考虑不杀你们。我们正讨论依附于您，如果您愿意的话，我们愿意替您完成供奉大阵，
从此后，大钱甚至于这天地的生灵都不会祭拜您。有什么好处吗？成神。您到了这个境界，想必已经知道了诸天万界的消息。听别人讲过。诸天万界里有许多强大的界面，我们头上的仙界便是顶级界面之一，而掌管我们这个天下的，只是仙界里的扶摇仙宗而已。这关成神什么事呢？每个天下或者是界面都如同这个圆圈，而圆圈可以看作是人体，拥有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等。我们这个界面之所以如此弱小，甚至几百年来连金丹都出不了的原因，就是缺少最为重要的心脏。成为心脏就是成神，成为这个天下的至高存在。之后这天下的一切都会反哺于您，而您的境界也会影响这个天下，使得这天下越来越强。这两者相辅相成，互相受益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？500年前，金丹祖师曾经想要成神飞升，却终究是资质差了，没能成功，于10万雷劫之中丧生。还要渡雷劫？想要飞升去往上界，都需要渡雷劫。如果只是普通雷劫的话，倒是没什么。但老祖想要成神飞升，便触发了灭国级别的10万雷劫。意思是我成神之后要飞升的话，也需要渡10万雷劫，甚至不止10万。这渡雷劫不算坏事，古来修士突破都有雷劫，所以雷劫都算是喜讯。越强大的雷劫渡过去了，对修士的裨益就越大。老祖他资质不够，没能扛过10万雷劫，不然飞升去了仙界，到现在也是一个不小的人物了。有没有其他仙人降临此界的传闻？我说的不是那种江湖绝顶高手都能杀的仙人，是能一掌灭城的。祖师的书上有记录，600年前出现过一次，也是一掌灭了一座城池。但祖师推测，这手掌的主人不是仙人，因为扶摇仙宗的降临使者都不知道这个事情。若是仙界同僚，其术法biến动绝对躲不开扶摇仙宗检测。所以扶摇仙宗降临的使者推测是他界之人。至于是那个界面的存在，就不得而知了。但肯定已经迈入了圣人这个层次。100年前，我见过。你见过？那只手很大，其上满是雷霆，像小蛇一样流窜在指缝中，然后就这么压下，啪的一下，偌大城市就没了。和祖师书上说的一模一样。成神还有什么好处了？成神之后，您会是整个天下修炼的最快的存在，同时也会增强自己大道的进步。这些都是祖师书上的记录。那么诸位，就帮我成神吧。
陈哥，你看我绣的花好不好看？和你一样好看。哪有？清月，如果到了后面我们两个要分开怎么办？为什么呀？我说的是如果，而且以后很可能也会有这一天的。咱们各自都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。为什么不能一起走了？我当然也想一起走呀，可任何事情都没有想的这么好，对吧？如果真的要分开，那以后肯定会再见面的。当然。80年时光飞逝，宋南也老去世世，大前皇位更迭不断。此时的臣下与黄清月闭关修行，不谙世事。臣下的时间大道在不断精进，黄清月也实打实地修炼出了1000抹玄黄气，可以书写道章了。上宗收徒。没想到这种小天地竟然还能出一个快元婴的修士，着实不错。不过我要找的不是你，就是这个小姑娘，跟我回宗门吧。你是仙界第9山的门主？没听过。我也没听过。你们只需要知道很厉害就够了。我是来收徒的，不是来解释这个的。不应该是扶摇仙宗来收徒吗？扶摇仙宗是你们的上界不错，但收徒一事只要双方愿意就行了。况且这女子还和我们第9山有缘分，本来你该去我们第9山。再说扶摇仙宗已经几万年没出过大地人物了。即使现在多了一个圣女，那也只是大地苗子，不是大地。比起我们第9山来说，肯定要低上一个档次。你们这个小天地就只有这些气运，天赋资质不凡的存在会互相吸引，也就是说天道会制造机会让你们相遇，从而将气运拔高。你们2人在这个灵气与匮乏的小天地里都能修行到金丹，确实不错。如果我同意的话，可以让我和夏哥一起进入第9山吗？不行。为什么？他是无气运之人，天地都捉摸不定，且他现在境界低下，还会或多或少的影响其他人。我们第9山不需要，很不需要。我不去。你若是想与他一直在一起，那你就必须飞升修行。你如今才金丹，他已经快元婴，到时候他先行飞升了，你还是得在这小天地里修行，且可能因为他飞升带走了最后一个飞升气运，你就没了飞升路，只能老死在这小天地之中。你愿意这样吗？我们该怎么才能相信你了？你们只能相信我，别无选择。即使降临这个小天下，我也有元婴打底的修为，你们也反抗不了我，不是吗？元婴可不够看。谈事情的话，我还是希望我们之间是相等的。未入元婴，先入时间大道，你还真是个天才。可惜是个无气运之人，
不然连我地九山都要来抢你。我倒不需要你们抢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你们怎样保证会好好的对清月。你们都修炼了玄魂道章，这是我地九山散布在仙界的术法，且外传的只有第1册而已。为的就是在诸天外界里寻找与玄魂道章相契合的天骄，而这个小姑娘便是能在这灵气与机缘都匮乏的小天地里成就金丹，且凝练出上千抹玄魂气。这小姑娘的资质已经是达到了准圣级别，虽然不如大帝，但要是成长起来，也是可以镇压一方的大人物。所以我地九山要把她带走，不然屈居在这么小的地方里，也太浪费她的天赋了。你还是没能证明自己的诚意。可你们都得飞升，不是吗？而飞升去了仙界，注定要选择宗门，不然以你们的实力，只会被域外天魔狩猎。而你和这个小姑娘应该是不能一起飞升吧？你最多压境300年，就不得不面临元婴雷劫飞升仙界。可这小姑娘就不一定了，修的还是我地九山的玄混道章，本来进度就缓慢。若在这灵气和气运都修稀少的小天地里，至少也得500年成元婴。你要是飞升了的话，这小天地的气运可就支撑不住再出一位元婴飞升者。那么这小姑娘的结果呢？可能是寿终正寝吧，听起来算一个好结果，但真的好不好，就只有她自己才知道了。你若不是无气运之人的话，我地九山绝对要。可惜，实在可惜，你现在就能将时间大道感悟到入门的程度，未来的成就至少是准圣大帝。这无气运之人有什么说法吗？没什么说法，就是单纯的没有气运，没有机缘，不能被天道所算策。照你这么说，无气运之人并不算坏事吧？不，无气运之人就是坏圣，因为走不上之后的地路，终其一生也就是个补天境的修为罢了。这就像是一个水杯，别人的上限是满满1桶，但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填满，但你的上限就只有半桶。不管怎么去填，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也只能达到半桶。你走的是断头路。第二，无气运之人会影响周围人的气运，且这种影响大多数都是负面的。反正我活了3万年，没见过有正面影响，所以各个宗门都不喜欢无气运之人，更不收录。清月去了你们地九山后，是什么待遇？准圣的资质肯定是山主的关门弟子了，以后成了准圣，就能当和我一样的门主。你是准圣？我还不是准圣，补天境巅峰而已，也可以说半步踏入准圣。不过因为我自身战力强大的原因，提前成了门主。我对你倒是很感兴趣，压境在金丹和你过几招如何？也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天赋神通。元婴都不够看，何况金丹？我这可是铜镜无敌的金丹。另外，我会用些不属于金丹的神通术法，不过威力绝对是金丹范围。我觉得你还是用元婴实力好些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彩蛋。花架子少摆，
真神通多出。好。什么意思？我可不喜欢看武拳。献丑了。你这也太猛了！怎么金丹不像金丹，反而更像是元婴？若你不是无气运之人的话，仙界不知道多少大宗门要收你当弟子，就连我都是心动不已。承让。你这是想不打了？你打不过我。压境在金丹有可能打不过你，毕竟你也不像金丹。但我在这小天地里可是能提到元婴修为。元婴也不行。这么自信，我可还很多神通术法都没出来。你随时都能渡雷劫，迈入元婴。一念之间。亚亚，你还真是让我不断意外。没想到这么个小天地，能出一个你这样的人物。就算你的上限只有补天境，也应该是最强的那批补天境。到时候我第九山倒是欢迎你来挂个记名供奉的你。好好好。你要是不相信的话，我可以给你留下一盏连接两界的明灯。到时候你可以通过明灯与这小姑娘交谈，之后飞升仙界，也可以来第九山找她，只要不久留就没事。还是让当事人自己决定吧。顺带一提，我叫神鹰，第九山门主，也是以后的第九山主候选之一。去了仙界，我还是能和陈哥联系，对吧？只要有跨界明灯在，你们两个就能联系。等他以后飞升了，也能来第九山看望你，但是不能久留。好，我愿意。再见。
30年了，才2成。拿天地气运充能，这天地之间哪还有多余的气运？清月上次说快渡元婴雷劫了，现在该是元婴了吧？第9山天级弟子有自己的宫殿，小许走得更早，现在怕是也成了一方人物。等玲珑气升满，时间大道入门，道章写出来，力量加到500，再飞升。到时候让清月给我拿的天才地宝，凭本事吃的软饭，谁能说什么？一甲子写道章，100年磨金丹，400年够了。第9任皇帝上位9年，横征暴敛，百姓苦不堪言。南方今年的税怎么比去年少了？回陛下，南方遭了旱灾，百姓颗粒无收，臣请陛下开仓放粮，减免赋税。这天下是朕的天下，朕的百姓饿几顿怎么了？陛下，百姓已是易子而食，再不开仓就要出大事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臣说百姓易子而食，请陛下。谁在替贱民说话？下场和他一样。陛下圣明。暴政激起天下反抗，10数州甚相继反叛，义军反攻京城。陛下，他们杀进大殿了，就快到了！不可能！朕的大田有仙人庇护，万年不灭，这些贱民怎么敢？父皇说过，100米之下就是仙人闭关的所在，朕去请仙人。仙人，快出来帮朕诛杀这些贱民！仙人，快出来呀！朕命你出来！陛下，别喊了，他们来了。仙人，为什么不出来？新朝立，国号大恒。新帝登基第1件事，便是叩拜仙人雕像。仙人的存在，早已刻入每个人的骨血。大龟息术已经炼制圆满了，但没有提示下一阶段的功法，估计得等元婴之后，这功法才会根据气运升起，又或者是气运不够，得加点气运。力量350，气运40，法力0。标准的莽夫战士。除此之外，我和这小天地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深厚了。有时候，甚至觉得自己就是天地。天怎么黑了？那阴影像一根手指。仙人救世，请仙人救世！没用了，谁都救不了我们！别说我什么仙人了，那不过是几百年前的谣言。等死吧，都等死吧！你骂就骂，没必要给仙人来上一脚。我何尝不希望有仙人？就是没有啊！大恒皇帝恭请仙人出世，请仙人救世。我大恒千万子民每年都要供奉你，视你为至高无上的存在，你为何要当这缩头乌龟避而不见？难不成是怕了天上那只大手，只敢躲藏身影，早早逃避？你算个狗屁仙人，不过是投机取巧的奸诈小人罢了。或许这皇城里根本就没有仙人，不过是历朝皇帝用来稳固江山的谎话，朕怎么也信了呢？就让朕随着朕的天下一起死吧。在喷人这方面，你还是太有礼貌了。仙人，乖，别哭，去后边待着，看我表演。见过仙人，那你可要好好看清楚了，以后就见不到了。
万年的元婴雷劫，这小天地能出这种人物？这大手是什么东西？法相天帝这么光明正大摸到我仙界来了？他界生人而已，看这架势，应该已经成圣了，来仙界所属的小天地收割气运。他倒是想得好，没想到碰到了硬茬子。10万年元婴雷劫啊！只要度过，地路大开，程度是必然。怎么回事？这人身上没有此番天地的气运家属啊！这他妈不是太监逛清聊无稽之谈吗？无气运之人，既然如此，我玉天宗就吃个亏，将他收入门下吧。一个大地天赋的无气运之人，你玉天宗真是吃了好大的亏啊！我玉天宗最不需要依靠天地气运，理应是我吃这个亏。哎，你这个就不对了。我帝山虽然依靠气运，但也可以花费大力气帮此人重塑真身，打造至尊仙体，配合他的大地天赋。老东西，你疯了！连至尊仙体都敢说，用什么打造？你帝神潼关里藏了30万年的那群老怪斗吗？未尝不可。哎，都先别急，先看看此人能不能过10万年雷劫吧。万一被劈死了，你们还吵个屁！活命固然重要，可人活一生，总有一些事情比命更重要。仙人，那是仙人！仙人就是。玲珑器991，快！供奉许愿为我助力，只差你一个，我就能斩下大手。仙人，我供奉，求仙人救救我的孩子！仙人，我供奉，我全家都供奉，求仙人斩下大手，救我妻儿！仙人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是我混账，我供奉，求仙人救救我们！仙人就是。恭喜宿主玲珑器进阶1000丈真龙。就算大手真是天穹，我也要骑黄龙而斩天！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？哪个大地转世？瞧着不像，可从来没听过有修士能叫出远古真龙种。仙界里真龙种都没几条，全在龙渊由龙祖宗养着。要不，我们各退一步，你先回去，再等200年再来，到时候我一定好好招待你。你不同意就不同意嘛，突然加力干嘛？真把我当软柿子捏？给你手指上弄个倒刺！蝼蚁生灵也敢在我掌心作祟！我以守正大道灭杀你神魂肉身，消散天地，不入轮回。准帝存在，其他界面的准帝怎么跑来这小天地收割气运？难不成他想豢养这小天地，收割万年，最终凝成法宝？命硬就活，软就死，天地大道之争从来这么残酷。刚得来的点数加到气运上了，我要开始赌命了。幸运之风将会从我身后吹来。百草复苏，奇珍遍地，野兽异变，口吐人言。
整个小天地灵气复苏。这个月第8回了，你给我站住！就说2天，2天就还你。我会光合用了。仙路，我踏入仙路了。我不是被雷劈了吗？你醒了。你是我将你从时间长河中打捞过来的。我成漂流瓶了。话倒不是这么说，你可以理解成自己飞升了，但不是飞升到仙界，而是大诸天。诸天万界，你先前所在的位置就是小洞天，仙界就是大界面，而此处则是更高的一层，叫做大诸天。有什么区别吗？没有，都是强者吃饭，弱者吃屎，没什么区别。话糙理不糙，为什么要捞我？因为你是一。我不是1也不是0，再乱说，小心我告你诽谤啊！你是唯一，你是这个小洞天里的唯一，用通俗说法来讲，就是主角。好，但是你还是没说为什么要捞我？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不能是你？你的天赋达到大地级，又是一个小洞天的唯一，有超脱的可能性，还有真龙遗种的存在，自然可以选。你是谁？你修有时间大道，却不知道我是谁？你是时间老祖？不是，但我揍过时间老祖。那我是猜不出来了。我是谁不重要，反正收徒拜师之后，你估计也看不见我。咱们是什么宗门？苍天剑海，位列大除天前3。我选择不飞升的话，您能把我从哪儿捞的从哪儿放回去吗？老子从不空中。这老头子还挺潮。大诸天里什么东西都有，各种力量体系混杂，有修仙系、科技系、异能系，你不用在意，记下这个法诀，即可保你平安无恙。衣不过暖，食不过饱，住不过奢，行不过富，劳不过安，逸不过累，逸不过欢，怒不过暴，名不过求，利不过贪，打不过跑。好，当真是听君一席话，如听君一席话呀！你嗓子倒是有些趣味。起来吧，准备和我去苍天剑海。就在你脚下。这潭水不是海，竟然来自天上，这就是苍天剑海。好吃，不过有点塞牙。你要尝尝吗？不用了，我不适合吃这些。我们在这里摸鱼图什么？是为了断剑。此处是剑海，由于乃是剑气异象，摸鱼即压剑，摸得越大，压得越强，剑意越浓。等等，那你也不能跑去给鲨鱼唱歌啊！这不是乐器，是我的剑。给我破！我的剑还没断，继续。今日不成剑，便成人。原来我还是不够强啊！我要死了吗？吵死了！一拳送他下地狱。就这，下去吧。世界清静了。都说了别跑去给鲨鱼唱歌，非不听。你一直在隐藏实力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力气大一点。多谢，我这伤得回去休养了。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吗？这里太危险了。不了，我觉得还得继续修炼。保重。臣下没有离开，他在这片浅海一坐就是100年。你是一点没挪位置啊？不需要。都100年了，你就不会自己走上去吗？你得参加入门大学呀！不读名词，我怎么向掌教要东西？修行不只是打打杀杀，我觉得应该再给我几万年的时间准备。几万年？你是在准备给我送终？诸天万界这么多存在，你不争不抢，靠什么顶？靠什么崛起？
熬，只要把你们都熬死了，我就能无敌。那你也别修行了，去学王八法吧，这东西能熬。这一点我可不认同，毕竟我学的巨龟息术是短命法。500年后的入大肯定要去，不然就会被流放到剑海的深水区。好，我决定参加500年后的入门大选。你的剑意您练到什么程度了？我苍天剑海是练剑之宗，你最好还是修剑。不用，你让我多熬几万年就好了。你不懂，古来大帝制从来没有靠熬出来的，都是一步一个脚印厮杀出来的。也许只是他们熬的还不够久。你这孩子，算了，随你去吧。又来了。这次入门大选有诸多远古种甚至神话种，其中还有2大地苗子。想取得好名次，要努力修行。不，我不想。给你重新发言的机会。我很想。这就对了。修炼的最佳办法就是下沉万界，时间能达到1比100的程度，大诸天1日，小界面100天。但渺小界面几乎没人愿意去，机缘有限，还可能被本地人斩杀，风险与回报不成正比。我推荐你去中等位面。不，我要去渺小界面。你确定？机缘什么的不重要，我主要是喜欢挑战风险。还真是个奇葩。坐在上面，深实些下沉就好。什么原理？你要听科学的解释还是不科学的？科学的。根据科技册机甲大圣的论文来看，人的神念可以分为无数份，每一份都可以单独进入一个世界。穿梭的办法涉及时间体系，核动力仙人解释过，时间是相对的。好，我懂了。不科学的解释要听吗？不用。分出1%的神识，自然会找到时间流速提高100的渺小界面。精准分割1%，走你！公元301年，陨星降落，带来了异能。获得能力的人类力大无穷，喷火生冰，性情也随之狂暴。公元310年，异能者暴乱，世界崩溃。新世纪10年，新政府创造出夜鹰组织，专门猎杀通缉的异能者，而陈夏的身份是初级夜鹰，刚刚通过考核。这念头应该是天地意志。我作为外界人物，被天道安排了身份，就得做符合身份的事，不然可能会被排斥。你好，小伙子，欢迎加入异能者。这人看着也不太靠谱。看我的火遁术！我要让你彻底服尽，铁管他能奈我何？不用了。真没见识过什么叫咏春啊！打败了火人算不小的功绩，听说之后能去夜鹰总部领取2瓶提升丹药。愤怒纵然会变强，但也有狂暴的风险。之后去总部体检一下吧，看看各项数值变化。挺好，避风挡雨，还没人来，主打的就是一手低调生活，安稳发育。连续半个月。陈夏没有走出天桥底下，他一直在研究自己的石庭。经过不断测试，现在的石屏可以达到方圆300米内停止30秒。300米，30秒，还不够。所以他开始勤劳的修炼巨龟息术，以及每天不停的施展石屏。勤能生巧，石屏以每天增加1秒的速度进展着。已经石屏1年了，看看系统给不给点数。修行满1年，获得点数+1。能行。在陌生的地方得谨慎一些，凡事都想留有后手。钓鱼翁将我捞起，在剑海里沉浮100年，这一切我都没能力去拒绝，甚至就算老头想要杀我，我都只能认命。在苍天剑海里，我没有任何后手，我不能将自己的性命取决于别人的良心，所以我要有一个计划。石庭，整个小世界，只要时间不动，这抹神念可以留在这里当身外化身，意识回归本体。就算本体出例外，我还能转生。这是我的第一个后手，就是不知道钓鱼翁能不能摸索到这抹神念。经过1年的时间，他石庭的范围是400米，时间是6分钟。第30年，他石庭了整个城市，每天的石庭长度是23小时57秒，剩下3秒用来缓冲，仍然不够，要达到上千甚至万年的石庭，这才能把这抹神念当做底牌。时间到底是什么？如果是一条长长的河的话，那么能越过河流，看到过去和未来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是否能够以现在斩未来？比如我现在甩出1巴掌，
10秒后你就会受到这一个大笔兜，避无可避，造成不可磨灭的心理伤害。时间是河，那我能不能在河的上游动手呢？第100年，小世界天穹上堆满了元婴雷劫，但是没有落下。沉下，停止了整个世界。成了。持平整个世界，这只是开始。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？死了。没事，你不用担心，我去给你拿些滋养神魂的药物来。好，谢谢。哪有正常人盯着别人看1年的？是担忧自己闭关出问题，还是想监视自己？万年份的净坛魂莲，你拿去每半月服用1片花瓣，便可滋补损失的神魂。好。所以你无需气馁，我尽量。渺小界面本就容易中道崩殂，你能用的力量太少，失败一次不算什么，千万不要影响了心态。钓鱼翁骗了我，最开始他生将我从时间长河里打捞而起，还揍过时间老祖，但现在他完全没发现我在时间上的手段，真以为我的神念死在了渺小世界。他真在时间上有庞大经验，怎么可能发现不了？这两者相互矛盾。2种可能性：第一，钓鱼翁根本没有揍过时间老祖，也不是从时间长河里将我捞起的，甚至说不定钓鱼翁就是那只大手，所以他不知道我在时间上动了手脚。第2种，他知道但不说，将计就计。如果是第2种，我的危机就更大了。这世上天骄很多，不缺这么一个，即使他是很好的苗子。唉，苍天剑海的时间不多了，若是能牺牲这么一个，换苍天剑海续命的话，等他成准圣吧，就有入药的资格了。大势所趋，别怪我。苍天剑海分为2个部分，苍天与剑海。臣下住的地方是预备弟子屋舍，位于飞剑上端的边缘处，向剑柄走是一片剑林。据说里边的剑灵都是大成境界，向剑尖走是宗门的天书楼，据说存着各种不出世的功法秘籍。听说你出去散步了，世事无常，你不用太过伤心。微小见面确实对你这样的新人确实不太友好，就算被其击败了，也不要怀疑自己，你的天赋绝对是大帝级别，千万别动摇道心吧。可能应该是影响到了。我再帮你想想办法。若是道心不满，500年入淡玄也可以先不参与。道心出现瑕疵，是需要几百年时间来恢复的，你不用着急。以你的资质，宗门会给你时间的。你预计要多久？我上报一声，还可以为你讨份神药。先来个1万年吧。你他妈是准备养老呢？这对师徒的博弈才刚刚开始。几百年差不多，再继续修养下去也没什么好处。剑光方向的天歌，你可以去一下，预挑弟子有选12海境神通秘法的资格。我们仙脉对于境界的具体划分，你感兴趣的话，也能去天歌里查阅了解。好，不感兴趣就算了，只要你自己能够变强就好了。反正有事别找我就行，我又不需要什么道心去修行，加点就完事儿了。老子辛辛苦苦加个几10万年的点数，难不成还打不过那些只修仙几万年的大帝吗？先随便活个2000年，再来和我叫板吧。我现在399的力量，约等于元婴巅峰的实力，再加上真龙气与时间大道的神通，不说同境无敌，至少半无敌吧。但现在这种情况，我需要更多的力量。臣下想了下识停的法子，根本行不通，因为他不能识停整个大诸天，下沉诸天也不行，因为他的上一个神念还没回来。唉，加点之路真是任重而道远啊。如果我真的能活到几百万年，到时候应该已经无敌了吧？这些远古众都知道他是第3个大帝苗子，大帝很少，大帝苗子很多，这是沧海剑宗长老的口头禅。100多位预备弟子里，大帝苗子却只有3人。预备弟子以2位大帝苗子为首，分成2阵营，有人已搭上圣人，境界太上长老，只等500年后入门大选，争夺剑子之位。2位大帝苗子都想争这个位置，而臣下尽管什么事情都没做，却也已经被另外2位盯上了。我能进去吗？臣下预备弟子可挑选道海境神通秘法一样，允许进入前3层。等等，能推荐些功法吗？例如燃烧寿元提升战力之类的，寿元补充一下。天阁之中有书灵，
你进去询问书灵便可。好好好。你要哪类的神通秘法？说一个大概范围，我能够帮你寻找。燃烧寿元一类的。燃烧寿元的神通秘法收录的不多，达到搬山境的更是只有一种，算是远古秘法。你要吗？具体有什么用？你自己看吧。100年寿元换80年寿命，对别人来说是搏命，对我来说，这是无本买卖。这功法真是太对了，100年换80年，听着赔本，可我做的是无本买卖啊！别说100年换80年，1000年换80年都没事，突出的就是一个命长。但这燃血灭魂法是远古未完成法，未完成的原因很简单，创造者把自己给换死了，所以目前这门术法做不到100年换80年，只能100年换20年。不能换老头的寿命。诸天大道不允许。还有5年冷却，这已经不是鸡肋了，这他妈是鸡屎！为什么限制这么死？换个角度想，若是以元婴修士的100年寿元换大地级存在的20年寿命，是不是就牛逼爆了？若是找1万个元婴修士都练这燃血灭魂法，岂不是直接能换死2、3个大帝？到时候大家也别修行了，就比哪家的人更多，突出的就是一个团结就是力量。但天地意志绝不会允许这种事发生，所以才有了这2道铁律：1. 不可换老者之命；2. 5年冷却，不可连失。好在我不算一般修士。臣下又看了其他几种燃烧寿元的术法，中规中矩，靠着牺牲寿元增加战力，但增加的不多，最多1半，连翻倍都达不到。而且使用时还有后遗症，会连带着燃烧气血。只燃烧寿命还好，毕竟我做的是无本买卖，消耗个几百上千年都无所谓。但还要燃烧气血，这额外成本有点太大了，不可取，相当的不可取。就选燃血灭魂法。确定，此乃为完成法，副作用极大。确定。现在不能把人直接换死，以后还可以升级功法吗？而且我已经想好要先换谁的命了，就是你。根据书灵所说，他选择了未完成的远古神通燃血灭魂法。燃烧寿元的神通，他怎么会选这种术法？这对修士来讲可不是好事，难不成他的道心真的出了极大的破损？可不至于啊，他不就是在小世界里损失了一抹神念而已，远不至于这般想不开吧？他可是大帝苗子，前途无量，不说成大帝，只要成了圣人，就能强行下界，直接轰杀那一界。怎么可能因为这么一件小事，道心就出现如此大的损伤？不应该，实在不应该。天下的大帝苗子很多，但像臣下这种纯粹的人族不多。其他大帝苗子崛不崛起都随便，但臣下一定要在大事中崛起，不能成大帝，至少得是准圣。准圣之前不能出现任何意外。备车，我去看看这个来之不易的好弟子。这门神通很简单，就算是金丹都能使用，就看你愿不愿意用了，堪称自杀一绝。还好，我做的是无本生命。这是钓鱼翁的寿命长度，1000丈之长的时间航河。心刀成天意，消去20年。接下来轮到斩我自己了。这片海就是臣下的寿命，斩多少，复原多少。赚了，这才叫无本买卖。就在刚才，他被斩走了20年寿命，但他只觉得像被蚊子叮了一口。
这门燃血灭魂法5年能斩一次，一次20年，5000年就能换他2万年。等他进了老年期，修为战力都会衰退，到时候直接提着拳头打就行。打老头，我是专业的。修士到了老年期只会越来越弱，这是天道意志。上一代强者陨落过半，气运返还天地，下一个大势便会开启。上一个大势出过一位苍茫神体，准上修为横推怀玉，锤杀3位圣人，最终未能正道，被远古大帝击毙于时间长河，只留一抹神念，下落不明。如今地路将开，苍天剑海3位大帝苗子，只有臣下是人族，人族大帝最少，在大诸天中示弱，唯有自身够硬，才有话语权。元婴之后，大成翻山倒海补天，再往后是准圣圣人。臣下如今只是元婴，路还很长。太远了，知道就行。歇会儿，写道章去。我给你带了个异宝来，温养道心的，你看看。上古大圣留下的，做上去能温养神魂，稳固道心。别太伤心，修行路上险阻本就多，一路平坦，岂不是人人都能成大帝？调整好心态，别颓废，冲击地路才是你该做的。就算道心不稳，也千万别走弯路，去学那些不稳定的神通术法。他果然知道燃血灭魂法了。开眼！人活一世不过几百上千年，我岂能受这种委屈？学了神通，我定要杀回去，和那小世界的存在以命换命。傻孩子，以你的大地天赋，好生修炼成准圣，神魂降临过去，磨灭整个小世界都不在话下，又岂需要换命？师尊能否帮我磨灭这个小世界？诸天万界太多，这世界只有你去过，只有你能找到，我降临不了。放心了，他不知道我识听了整个小世界。可我连一个小世界都登顶不了，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废物，又如何成就准圣？我年轻时也自持甚高，可最后败了，败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，败得很惨。但我没气馁，发愤图强，才走到今天。所以，您以前也和我一样是一个废物？是的，但人不可能永远都是废物，需要发愤图强，走出自己的宽广大道，而不是像你这般自暴自弃，甚至修炼歪门邪道。我尽量吧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为师是很希望你能走上修行巅峰，成就准圣的。毕竟当初将你打捞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的成就绝不会低。弟子不才，实在是让您费心了。没事，为师时日已经不多了，知道踏入地路无望，所以便只能靠你这些年轻人了。真的吗？真是太好了。大概还有3万年寿元吧，你也无需担心，为师肯定能看到你走上巅峰的一天。不，你看不到。我要为你的寿命加速。怪弟子不才，不能让师尊延寿。若是能以弟子100年寿命换师尊20年，也值得呀。痴儿，真是个痴儿。我不说话，我倒要看看，到最后谁是痴儿。记住，不要修炼燃血灭魂法。弟子记住了。5年后，再给你的3万年寿元加速。师徒2人各怀鬼胎，玉龟息术是大成心法，最多修到大成巅峰。从元婴开始修需要300年，代价是牺牲500年寿命。500年寿命无所谓。小天地的灵气源源不绝，
前2年已经出了金丹中期的修士，为他提供了不菲的灵气，那里还供奉着他的神像，或许将来可以作为第2抹神念的降临处。不过现在急不来，当务之急是强大自身，然后逃离苍天剑海。钓鱼翁不希望我道心受损，他希望我快点修炼，所以我不能太顺着他，但也不能太摆烂。万一他觉得我太废物，直接抛弃了怎么办？哼，摆烂，这样我才能慢慢苟住。每5年斩他20年寿元，再给自己加点儿，寻找逃离的机会。关注好陈夏的行动，但不要惊扰他。陈夏身上的事绝对不能出岔子。是，眼下就快到下一个大事了，他必须成就准圣。另外2个是真正要参加大事之争的，不急。如今预备弟子分成了2个派系，各以一位大地苗子为首，剩下的陈夏就极为扎以苗子，又是从下界来的人族，和这些外族天骄处不到一路去，被关注甚至被敌视是必然的。 2个大地苗子有2个选择：招揽或打压。招揽的好处是暂时联手，但最后还是要争，所以他们选了第2个。 那陈夏的境界神通有消息了吗？消息不多，他是下界而来的，在大诸天里根本没有其余消息。难道你就不会自己去试试吗？可他毕竟是大地苗子，我怕。怕打不过，对吧？你就不怕我吗？我乃远古神族圣子，降生即大道齐名。 神族期待我成就大地，直接以地为名，换作帝都。我来征建此位，欲闯双地惊世法，让3000言语压去。他是至尊种，该能试探出什么？不了解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。只要摸清了陈夏的神通手段，我自然就有应对的办法。这是我的自信，更是整个远古神族的底蕴。 就是出来逛逛，不进去。睡得挺香。修炼中的光阴过得极快，陈夏修为肉眼可见的上涨，但还没到元婴巅峰。这条路的终点，据说有通天剑谷，是这道飞剑的底蕴之一。不过要经过天阁才能到，我们这些预备弟子还没资格，随便走走就行。陈夏。 我要与你厮杀！你哪位？赤羽，想和你厮杀一番。不行，我道心受损，不宜比试厮杀。你找其他人吧。傻子才和这红毛乌鸦打架。可你是大地苗子，我又不是大地。我要是大地，就和你打了。你要是大地，我也不用找你打了。所以说，你就只敢打大地苗子，还是我这种道心受损的大地苗子？我就是想和你厮杀一番，看看你到底有多厉害。不厉害。 但你别碰，因为我不打。现在可是要维持好道心受损的形象，得慢慢静养。我愿意和你定下赌注，只要你赢了，我给你神兵一把。不来。好了，别挡路了，我要继续散步。除非你与我厮杀，否则今天你别想往前走一步。至尊种3000言语呀，3000种火焰，铜镜之内近乎无敌。从来没见过脾气这么好的大地苗子。陈夏的道心受损了，这可不是小事。大地苗子道心受损，最轻也要几百年才能恢复。要是损伤严重的些，几乎成不了大帝，最多圣人。幽冥绝境道章一旦完成，便是单挑神技，直接把人拉进小黑屋，强制单挑，简简单单开个房。接下来的目标是在元婴巅峰滞留个几百年，等点数加上来了。 再突破大成，反正一切越慢比站立。对我来说，争取直接把钓鱼翁就搞死。系统第一次给出了力量值对应的境界标准，按这个算，还有600年就能到搬山境，到时候修为差不多也到搬山境了。双搬山境战力在身上，不说铜镜无敌，把话说满了不好。那就随便来个半无敌吧。 你看那丑小蛇历经磨难，最后不也变成了白天龙？你也丑小蛇能变成白天龙，会不会因为它本来就是天龙？还真没想到过，竟然还有这种角度。你都得吃啊，生病了还得吃药。你道心都受损了，更应该补一补。好，我不吃，就是怕你在这里边动手脚。先让其他人帮我试试毒。
试毒人选，预备弟子里谁都不合适，其他有没认识的人。有了。等过几天再来观察吧。哥，还有吗？这狗会说话。臣下那净坛魂莲为了狗。什么？他拿净坛魂莲为了狗？我是前2个大士来苍天剑海的弟子，因为是长生种，修行太慢，就干脆守在剑林边上了。你这花瓣还有吗，哥？你这长生种有什么本事吗？长生。那这样的话，你还算是我的师兄呢。这不敢当，你才是我师兄。你待了这么久，知道苍天剑海有什么趣事吗？能说一个的话，我就再给你一片花瓣。我想知道苍天剑海的消息，还有钓鱼翁的内幕。他先前骗了我，这已经是确定的事，而且绝对不是什么善意的谎言。外冷内热，不可能，他一开始就骗了我，而且只在我道心受损时才激动。我活了2个大世，但没怎么知道。知道的消息也就是这剑林里有个苍天剑卫守着剑骨，还有天阁之中有一位太古书魂掌控着不世地法。苍天剑海以前有2个大帝，一个在苍天，一个在剑海。当年那个大势可谓风头无两，其中一个大帝还和你一样是人族，不过已经有半个世纪没有出现了，可能是寿元将至，已经作化了吧。多的我就不知道了，毕竟我也没咋出去过，就待在这里当个剑林守门的。钓鱼翁，钓鱼翁，钓的是鱼。谁是鱼？我就是这条被钓的鱼。小鱼还没长大，自然不能宰。我应该是钓鱼翁计划里很重要的一部分，但到底是什么计划？夺舍？那应该现在就可以夺舍了，没必要等我长大，反倒增加难度。你们人族来苍天剑海的还真是稀少，我这2个大士里都只陆续见过几位，不过天赋都是各顶各的好，你应该也不差。那些天赋好的人族呢？有走上巅峰吗？这个不过再怎么走上巅峰，也比不了曾经苍天剑海的那位人族大帝吧。毕竟大帝苗子很多，但大帝很少。大帝苗子很多，但大帝很少。我好像已经猜到他要干嘛了。你先前说苍天剑海2个大世前出了2位大帝，而半个世纪前大帝就才没了动静，岂不是说这2个大帝活了1个半的大世？对啊，这没什么吧？毕竟大帝们续命的3世的大帝存在。 2个大世前，苍天剑海出了2位大帝，其中1位是人族，却命速成无对下，满头青丝在瞬间化为白雪。大势终结，大帝寿元不够，需要续命。那些进入苍天剑海的人族天骄，就是续命药。大势之争要的是大帝，不是大帝苗子。大帝苗子很多，大帝很少。钓鱼翁就是下地界苦手，天骄有背景不敢动。 我孤家寡人，天赋又高，最适合。恐怕10万年雷劫时就被他盯上了。消息来源是气运的关系，气运150，天地一直关照我，几乎是必然。好徒儿，听说你和狗玩起来了，太过心善也不好啊。没说我的坏话吧？哎，谁不知道您的功劳呀？我怎么会调笑您呢？也没什么。谁不知道您是人族天骄的引路人啊？教出来的人族天骄都是个顶个的厉害，横推万界。人族天骄皆为你师兄，早已雄霸一方。 日后成就准圣，可去找他们。有师兄和你一样道心破损，仍成大道，别灰心。那我现在能出去看看这位师兄吗？这是好聚好散，最后机会。你那师兄太忙了，你修为又太弱，等你达到了准圣境界，自然能够去找这位师兄好好聊聊，说不定还能论道。论道？谈论一下我是什么口味的续命药，对吧？加气运。 果然有用，养好道心，不要胡思乱想。这话已经明牌了。他赌我不知道真相。元婴境界除了修炼别无选择，越修越顺他的意。哥，我过些时再来看望你吧。不用了，你去看望别人吧，也是为了他好。修炼不可能修炼，境界越慢越好。点数够了就能对抗钓鱼翁。现在藏拙，但不能太拙，不然他以为我是废物，直接弄死我。气运值150，天选之子。 应该没事，他应该察觉到了些什么，但离真相还远。就算接近了又如何？元婴境界除了修炼别无出路。若他真当废物不求上进，
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是将起，苍天剑海急需一位大帝坐镇。许明耀要至纯神魂，不能夺舍，偏偏他还道心受损了。苍天上的大帝已经作化，苍天剑海最后的底蕴，唯有剑海之中的那位人族大帝。大帝苗子很多，大帝很少。这是臣下在苍天剑海的第4年，他再次将点数加到了力量上。修行之事已经不着急了，偶尔便出去散散步。臣下和我厮杀，就打一场。不打。为什么不打？你是大帝苗子。这赤羽也是个耿直性子，倒是没什么坏心，就是一路问得很烦。你为什么偏要和我打架？因为我想知道你有多厉害。我认输，哥你更猛。你难道就没有不服吗？服，我很服。可你是大帝苗子啊！大帝苗子怎么了？大帝苗子就必须高人一等吗？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我真的比你厉害吗？谁让你来的？帝都！我操，这位更是究极整之哥。是另外一个大帝苗子吗？帝都是我们的领头人。你是什么种？我是至尊种，高远古种一个等级。牛呀牛呀！既然你这么牛，为什么要屈居在其他人脚下？完全可以自己成就大帝。我行吗？肯定呀！你看，帝都是大帝苗子，我也是大帝苗子，那我等于帝都，对吧？连我都服你，那帝都凭什么敢不服你？依我看，这地路必须是你去走才行，换了其他任何一个我都不服。我悟了！等等，你悟了什么？我要去和帝都生死厮杀，决出真正的大帝苗子，走出我自己的地路。大可不必如此霸道，你就和那帝都随便切磋2下就行了。讲究的是一个以武会友，这样也算报答帝都之前给你的知遇之恩了。你在你们族群里边应该格外的聪明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少年慧根是族群里脑袋最好使的，所以少年时也有称号大聪明。看得出来。去吧，大聪明，去和你的好领头人以武会友吧。这是第10年，苍天剑海出了2件大事。至尊种3000言语压赤羽，公然约战大帝苗子帝都。他本是帝都旗下的人，如今反叛，所有人都在猜发生了什么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要成就帝路，天下我无敌。约战时间定在10年后苍山擂台半死局，只要不打死，随便打。但这件事比起第2件来，只算开胃小菜。第2件事轰动整个星域，有准帝强者直接跨过1000万星河，以大神宗试探苍天剑海。白帝，难道你就不怕我苍天剑海大帝苏醒吗？让剑尊大帝亲自出来和我说话。你活不过这个大赛了，还是快点找你的续命药吧。若是苍天剑海重回一门双大帝的巅峰，岂会被一个准帝如此欺辱？不死药的事情准备的如何了？老祖，药种已经找到，就是还没有成熟，得等他到了准圣，开启自己的地路，才能收割。下一个大事快了，恐怕又有提前，不死药得快点准备好，不然我苍天剑海没有大帝压阵，我一定会练出不死药。只要能让剑尊大帝重活一世，牺牲一个开启地路的准圣臣下根本不算什么。毕竟大帝苗子很多，大帝很少，以臣下的命换苍天剑海出一位2世大帝，值，很值。每5年斩他20年，已经成了习惯。我给过他好聚好散的机会，说要出去找师兄，他不同意，硬要把我留在这里当续命药。那就礼尚往来，你炼你的药，我加你的素。哥，开下门，是我呀，大黄。自从上次见到你，我就久久不能自拔，脑袋里都是你的英俊姿态，思思念念许多年，如今才大着胆子来表达心意。你到底来干嘛？就是那个花瓣，能再给我一点吗？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像将我的神魂都滋润了，像是陷入了美梦之中。有什么不适的感觉吗？没有。进来吧，这个蒲团我不知道屁股合不合适，你能帮我试试吗？义不容辞。赤羽和帝都的擂台厮杀正式展开。哥，你说谁能赢？帝都。王侯将相，宁有种乎？这场厮杀打了3天3夜，最终以帝都的胜利结束，但没伤及不活，休养几年就好。
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既然打不过帝都，那就从最弱的大地苗子打上去，我一定能打出自己的地路。这赤羽是真魔怔了，挨一顿打不够，还想挨第二顿，还敢挑战的是臣下，人家可是大地苗子。凭你一个区至尊种，也想和我哥打架，简直不知死活！要想打我哥，就先来打我。当然，打狗也要看主人，你说对吧，哥？这么半天，还是落到了我头上。臣下，今天必须和我厮杀！你先去打其他大地苗子，再来打我，不好吗？我打不过帝都，只能先把最弱的你打了。一直以来，你是不是都误会什么？我可从来没承认我是最弱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是最强的大地苗子？从小到大就没受过这种委屈，就连和帝都打架都没有败派的这么快，怎么现在被我认为最弱的大地苗子一拳给干趴了？不服，很不服！我是族群的荣耀，我要走上帝路，我要称帝，我将要带领族群崛起。如果是冬天的话，我愿称你为暖气第一人。唉，可惜现在是夏天。你就有些多余了。当别人用蛮横手段对待你的时候，该怎么办？答案是比他还要蛮横，以暴制暴。去！怎么会？难道我和大地苗子之间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吗？有可能是和我的差距这么大，不关大地苗子的事情。你不是道心受损了吗？怎么还这么厉害？你这就是偏见。那也没人规定道心受损了就不能这么厉害啊！你这就是带上了偏见。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虽然道心受损了，但也有一颗无敌的心啊！我悟了！你他妈又悟了！听说你们两个在这里打架，为师特意来看看。又有麻烦了。为了不引起怀疑，只能开始演戏了。难受凶吗？既然若不是我道心受损，应该赢得更轻松。可恶，快好好显圣你一招。为师之后再给你拿些补品，修补道心。赤羽是至尊种，仅次大地苗子。臣下道心受损能赢他，仍属大地苗子。温阳可成准圣，续命药要效力不差。殿下养好他。我自然晓得，所以我就打算装病。有病，你总不能吃吧？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我真的把臣下打成重伤了吗？他自己说是显圣，那么应该没错。原来我并没有这么浅弱不堪，只是惜败给臣下而已。我离大地苗子只有一线之差，我有大地之姿。适当的争斗要有，毕竟地路上的一切都是靠着争来的。你不争不抢，自然有其他人要抢。你也不想成为其他大地苗子的垫脚石吧？所以当下需要去争斗，更能磨练道心。不过嘛，争夺也要有个度，毕竟是在宗门里和同门弟子打架，可以避免的生死厮杀。好，你好好休息。没想到你竟然受了这么重的伤，怪我没有收力。不过你也不凡，竟然可以这么快就显正于我，还是在道心破损的情况下。那个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我赤羽也有大地之姿。这逼火鸟是真的没救了。第30年，苍天剑海岭传来久违的大事，赤羽要挑战第3位大帝苗子秋离。据说他是苍天剑海某位大人物的子嗣。听说他天生神谋，能洞察3000大道，一身外附仙体，铜镜无敌，而且封了2个大师，就是为了避开当年的无敌天骄。如今才出世，争这一世地路。身为大地苗子，你可以没打过其他大地苗子，但你不能没揍过赤羽。之前帝都用了3天击败赤羽，臣下据说眼秋离多久能破纪录了？赤羽已经挑战了3个大地苗子，挨个打了个遍，可惜都打输了。这场活动被预备弟子们称为速刷赤羽，目前纪录保持者是帝都，3天，但应该很快就会被打破。身为大地苗子，你可以没打过其他大地苗子，但你不能没揍过赤羽。之前帝都用了3天击败赤羽，臣下据说也赢了，就看秋离多久能破纪录了。赤羽3个大地苗子挨饿打了一遍，可惜1个没赢。你懂吗？现在大家都管这叫速刷赤羽。帝都3天的记录，我看很快就保不住了。
也不知道是谁给的这个赤羽勇气，竟然敢去挑战秋离这个最猛的大地苗子。还好打的是半死局，不然这赤羽就死定了。你说对吧，哥？你这样站着不累吗？还好吧，就是感觉下面有些凉飕飕的。你可以考虑穿条裤子，素质问题有待提高。狗也需要吗？发疯的野狗还敢咬到我身上来，简直是不要命了。其实我现在挺闲的，修行不能过快，道章也没什么好写的。每天除了在洞府里干躺着，就是出来散逛。苍天剑海的路，我现在闭着眼睛都能走，弯弯绕绕也就那么2条路。今天神奇的下起了雪，苍天剑海里没有四季之分，所以很难看到雪。换到小天地里边，应该算是入冬了吧。依稀记得上一次看雪，是在130多年前的小天地里。那天的雪很大很急，像是在催人赶路。我不喜欢大雪，下得太急了，就没办法好好欣赏。慢慢悠悠地走，才算是有意思。可能就和我一样吧。我的寿命无穷无尽，可无穷无尽的寿命，到底通向什么呢？无敌，不全是，也许还有更好的答案。孤独，我想到了。在我的生命长河里，所有人都会是过客，来去匆匆，然后我又会遇见其他人。这场雪下了3年。大梦3000载，独醒于世。走入搬山境，就算是走入了大道。宽敞的道路向你敞开，可直达识海，到达下一层次的倒海境。倒海境要将识海翻倒9成，9成圆满之后，便可在星域之中称王。再之后是补天境，到了这个境界，已经能够占据一颗星城，自立宗门。不过我现在只是搬山境，什么都不算。但搬山境有一样独特神通，身外化身。化身拥有主体4成力量，带着3成神魂。专修化身的修士可多发挥1成，4舍5入，相当于2个本体同时进攻。我的化身还在凝聚，得再等些时日。就算是凡人的一生，长长短短不过100年，也会遇见许多沿途风景，人或事，总是会有值得怀念的。年纪越大，能怀念的事情就越多。也许还有白头偕老的另外一个人，看谁先把谁送走。生儿育女，颐养天年，寿终正寝，这就是凡人的一生，甚至是绝大多数修士的一生，却不关我的事。我的一生没有后继者，生命之中皆是过客。
助元婴至搬山，这是悟道破境的异象。虽然不知道他突破到了搬山初期还是中期，但能一步搬山，已经证明其大地苗子的含金量，甚至略微强过另外2位大地苗子，但也只是略微。距离下一个大师的到来只剩2万年时间。在这之前的前5000年，也就是这个大师的末尾，整片星域都会迎来一次禁忌清算，得有大地坐镇。天地万物不超脱，皆是命。以我一命换你一命，勿怪。我自然是不会怪的，因为我已经在换命了。100年换你20年，别整什么虚头巴脑的，看谁先死就完事儿了。阿巴阿巴，成就搬山境后，就更不想出去了。如果是炼气境，可能还要出去散步钓鱼，闲下来下下象棋，锻炼一下脑力。可惜现在已经搬山境了，我只想躺平，走一步都嫌累。我不出去，自然会有狗上门。大黄狗每个月都要来2次，分别在7号和21号，比女子的月食都要准时，且很有礼貌，敲门只敲3下。有考虑成为潮流教父吗？哥，我可以进去打坐吗？你这袈裟哪里来的？从一只远古黑熊精那里借来的。他有好多这个袈裟，我想着既然要打坐，那应该穿工作服才对。好好好，面对不想多评价的事情，就说好好好。神模狗样，这真是形容大黄狗的最好话语。这狗的装扮时常会换，自从我说过以后，它倒越来越注意自己的打扮了，就是打扮的有些怪。一个臭小子扬言要当什么星域王，我直接给他扒了，看他的招式还能把身体拉长，搞笑的很。如果以后有人来找你要帽子，你还是还给他吧。哦，这只是一人一狗之间的插曲，算是绵长时间中的调味剂，不然生活就有些太无聊了。其实我觉得偷东西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嚎叫，因为这样就不算偷了。可以换个学名，叫抢。哼，我的东西都是借的，从来没有偷过。毕竟我发出了嚎叫，算是借东西的申请了。苍天剑海贵重的东西都看得严，他能拿走的，也就是些别人不看重的小玩意儿。但这几十年来，他从来没有偷过我的东西，一点都没有。钓鱼翁从不敲门，一闪就来了，跟鬼一样。干什么，大师？我心有孽障。你他妈心有孽障，关我7、8事啊！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我好像根本打不过大地苗子。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成就大地的资格。话不是这么说。这是什么？狗。他在干嘛？打坐。这合理吗？不太合理。
这就对了，就连狗都能打坐修行，你赤羽身为至尊种，为什么不能一步一步成就大地？不积蒯步，无以至千里；不积小流，无以成江河；不挨几顿打，无以成大地，懂吗？可真的靠挨打就能成大地吗？靠的从来不是挨打，而是你想成大地的这颗心。我悟了。好好好。这不是大地苗子垫脚石吗？礼貌点。很荣幸和你见面，垫脚石。从今天开始，缠在我身边的不止一只狗了，还多了一只牛。趁机开一个动物园得了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会打坐的狗和脑子铁的鸟。搞里头，搞里头，通通搞里头。胡乱练上100次，竟然也有10几次成丹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丹，能不能吃不知道，反正我不吃。帮我试试药性。义不容辞。来，好兄弟，一起分享。我现在先山境是凡境，身外化身还在凝练，估摸再过几年就能成。小天地那抹分神还在冻结时间，只是最近获取点数越来越慢，已经快和大天刀的进度统一了。那抹分身已经累积700力量，按照境界算，应该是小般山境。我本体才550，竟然被自己的分神超过了，确实没想到。我的修行速度已经超过所有预备弟子。悟道3年，一步搬山之后，算是一个人走在最前面。不过据说搬山之后就没有这么轻易的破境，每倒海一层，都需要时间的累积以及基础的磨练。100年能破1层倒海，已经算是天资卓越，听着很难。不过我不信，说到底还是运气不够高。运气够高，一步大地也不是没可能。这就是量变引发质变。我要成就大地，名头响亮诸天，振兴族群。那你成帝之后，能不能帮我借其他大帝的裤衩一用？没问题。大帝的裤衩，怎么说都算地气了吧？我要是套上，会不会沾染上大地气息，以至于恐怖如斯？一个老实鸟，一个舔狗，一个懒种，奇葩聚集了，属于是。帝都放话了，要挑战我，还说要在1天之内打败我。1天？他当你是什么？速刷赤羽还刷上瘾了是吧？然后呢？这是生死局，哥，我可能会死。他说1天就1天，你又不是没挨过打，怕什么？帝都要求的是生死局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之间必须死一个。所有人都觉得你会死，包括你自己吧？这帝都太毒了，他不仅要压秋离一头，还要绝户。杀了你，秋离就算想反刷时间都不可能了，这是直接把赛场拆了呀！所以，你到底打不打？嘿，不能答应，绝对不能！你就说你道心受损了，不宜打架厮杀。你虽然有大帝资质，但毕竟不是大帝苗子，更不是大帝。现在还没必要和帝都正面硬仗，等以后成了大帝再答应也不迟。以后是多少？你成大帝这么久，那看来是需要很久。可我要是避而不战的话，会不会显得有些不合理呀？毕竟我看那些大帝的生平简史都是一路打上去的，还没谁避战呢。有啊，谁？你不就是吗？就是。可这么多大帝年幼时都没有避战过，我真的可以吗？
从来如此，便对吗？你有你的道路，你有大帝之资，凭什么那弟子说什么就算什么？你就是要打！哎，实在不行，你就让那帝都改成半死局，理由是怕打死帝都，不然就不同意厮杀。实在不行，你叫帝都先来和我打生死局，你再去打半死局。对，你让帝都先和秋里打一场生死局，赢的人才配合你打半死局。这真的合适吗？哼，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去帮你说。墨林毒株与寒食藤混炼片刻，求的就是一个以毒攻毒，负负得正，实在是妙。听说了吗？帝都要挑战赤羽，1天之内打败，这也太狂了吧！帝都，有种你就先和秋里打生死局，决出其中胜者，才配和我赤羽打半死局。你要是连秋里都打不过，凭什么敢来和我打生死局？我有大哥陈夏，二哥黄狗，不需大哥陈夏出手，二哥黄狗就能斩你。但大哥和二哥近日道心受损，不宜动手，便饶你一条小命，自己好自为之。也难怪，我觉得赤羽自从几十年前就有些不对劲了，天天叫着要成就大帝，现在终于是疯了。赤羽自从几十年前和陈夏说过话之后，就开始魔怔了。赤羽，我帝都定要诛杀你！小帝都真不乖，牛子小嘴还歪，你休要猖狂，再敢叫嚣，我就要出动我方大哥陈夏。赤羽，我定要将你碎尸万段！我操，来真的！小雨快跑啊！今日你们两个都得死！我杀人从来不需要擂台，可我不是两个乱叫畜生！魔心道骨，这就是他的底蕴之意。帝都，今日不是你死，就是我亡，找死！这丹药味道还行。杜都，来吧！今日你必败。帝都要下死手了，谁敢拦啊？那可是远古神族。弱肉强食，管不了。帝都，你好狠！这就是道骨的威压。你跟了我2年，应该知道我的实力。不抓紧时间来给我跪着认错就算了，还敢和这死狗一起狗叫，真是该死！哼，蝼蚁就是蝼蚁。之前不过压境和你打一下而已，没想到你这蠢货当真了，真以为自己有大帝之资。废物东西，你不过是我地路上的垫脚石而已，踩着都嫌顶脚，还妄想成帝，也不想想你这废物有多大的本事。顺带一提，半年前我破境至斑山。半年前破境斑山，压秋离的底牌已经有了。现在，先杀赤羽，再收拾那条乱叫的狗。差不多该收场了，该活动活动了。什么？半死局，你和他打；生死局，你和我打。他疯了！敢挑战帝都，你猜？找死！我撕了你！给我败！时间，停。这是时间大道。太慢了。这是哪儿？为你量身打造的棺材，喜欢吗？陈夏，你找死！陈夏，我要你偿命！那是圣人血迹，他竟然有这种法宝！永夜剑，去死！因果必中，有点意思。果然中了。中了永夜剑，你死定了！同为预备弟子，竟能厮杀到这种程度，这就是大地苗子。能诛杀陈夏，这点消耗值得。疯子闹着吹！怎么可能？他明明中了永夜剑。你怎么可能还活着？就这么
3个小时了。别打了，我认输，我错了。火候刚好，去陪他玩玩。身外化身那一役，好有人前的面前化身，倒也省事。太可怕了！住手！这个人你不能杀，你赢了，得了名声，便可以作罢了。帝都你不能杀，更杀不了。你也知道这场厮杀没人会死，因为钓鱼翁也会来救你。我不用救，更不会死。你说的不错，但帝都你同样不能杀。那你就带着他赶快跑吧，我不杀逃兵。擂台外的生死局不作数，反正我只是去身外化身。打了3小时，还行，活动开了。这剑不错，归我了。想要，下次自己赢回去。都散了吧。我们3兄弟今天小城帝都，要不是我身体抱恙，道心受损，不然也无需大哥出手。来，小雨，给他们整个活儿。弄死我倒是会，可整活实在是不懂。这狗蹭局势是真专业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亲自动手的话，30息足够了，懒得动。化身有我4成力量，比搬山中期还强一些，又是不计损耗的打法，帝都扛不住也正常。慢是慢了点儿，3个小时。臣下3小时速刷帝都，这也太猛了！可他不是道心受损吗？这叫道心受损？你们说他会不会是故意传出道心受损的消息？对，低调行事，一波打飞另外2个大地苗子。对，低调行事，一波打飞另外2个大地苗子。这不就像800斤的老虎天天说自己病了，等你真去单挑，他才告诉你是饿出来的胃病。我操！身外化身挺好用的，就是费点神念。这次成色不错，应该能发光了。哥，好了没？给我尝尝。来，试试，应该死不了。给我，我来当第一个试毒的。我操！我发光了，哥，你看我！再来，我要7彩的。这是什么丹药？照明用的，挺亮，没什么大用，但确实挺帅。7颗下去，晚上都能当彩灯了。今天哥3小时速刷帝都，太给我长脸了。哥确实厉害，不然我们3人结成异姓兄弟如何？准确的说，是一种兄弟。怎么排辈分？按大小来吧。300。那我就算个400吧。20。啊？你们的真身都有这么大吗？就当陪他们玩玩吧，反正到最后，大概还是只剩我一个。这狗倒是懂事，知道把老大的位置让出来。我们3位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我操！别！确实，赤羽还年轻，他还不知道这句话对我们意味着什么。小雨，你说下次咱们揍谁？都行。也许这件事一开始就注定会是一个悲剧。热闹是他们的，我什么都没有。哥，你在干嘛？在做梦。醒着怎么做梦？醒时做的梦才是好梦。也许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注定会是一个悲剧。臣下3小时速刷帝都，太可怕了！以后见着他，绕道走吧。我看他道心肯定……闭嘴！你想不低声厚土？臣下唯有正面胜他，我的道心才能回来。臣下如今是预备弟子公认第一，因为他差点打死帝都。再不两拳，帝都大概就能争下个大势了。
简称下辈子。你说臣下道心到底受没受损？别问，仁者见仁，问就是没受损。3个小时，我的法宝在他面前根本没用，他越打越起劲，道心降低了。横在我面前的大山是臣下，唯有胜他，才能回来。狠狠打，吃我一拳！从古至今，大地苗子的一生大半都在战与备战之间。只要把你们都打服了，我就是大帝，不是也是。因为没人敢反驳，这就是大地苗子之间最简单的层次划分。你捉对厮杀输给了我，那在我面前就只能低头，不然输了还能昂首，那只能说明我打的还不够痛。1%，还要再打败99个，有点多。修行，光修不战斗，成什么大帝？还是得靠实力。真以为天天坐在洞府里，运行个几遍功法，避世不出，不立斗家，就能够成就大帝？这般修行法法，连成就准圣都极为艰难。纵使侥幸踏入准圣之境，也根基虚浮，战力孱弱，逢战必败，任谁都能轻易将其压制。我当然没这么夸张，一是懒，2是确实打不过，不然现在就去抽钓鱼翁大逼骨。唉，练练丹，斗斗鸟，遛遛狗，几百岁就退休了，挺好。总之就是和归西2个字过不去。1万年寿元，岛海境才5000年寿命，这是自杀吧？这哪是功法，这就是自杀法。正常人谁练这个？还好我不是正常人，1000年就能到岛海，没限制。就这，每天练几遍就行，简单。又到换命的时候了，无本买卖稳赚，斩下半名，钓鱼翁还不知道呢。 5年冷却，太慢了。没限制的话，钓鱼翁都该准备花圈了。气运160都升不了，这法门品阶是真高。若真的能够解除燃血灭魂法的2个限制的话，那燃血灭法估计就能直接超越仙法了，甚至能够改变整个大诸天的格局。毕竟燃血灭魂法实在太简单，连金丹修士都能学会。 不过加上冷却和不能换老头的寿命这2点限制后，燃血灭魂法就真成了废法了。就连创造者都把自己给练死了，其他人就更不适合。当然，想要安乐死的修士还是可以修炼的，毕竟可以得个寿终正寝的死法，也算十分不错。金丹级确实低了点，不过够用。世间神通。 按照境界修为来排，就是金丹法、元婴法等。不过到了补天境之后便不一样了，因为补天境可以称皇，算是开宗立教的人物，所以补天境级别的神通术法又叫皇法，圣人则为圣法，大帝就是帝法。若是准圣和准帝，则就要在前边加个半字。不过虽然这么加了。 但也不是说半圣法或半帝法打不过真正的圣法和帝法。真正的顶级半圣法是可以媲美下等圣法的。原来如此，术法好坏不一定只看修为。仙法倒是个例外，没有境界之分，看悟性机缘。我修炼的玄魂道章就是仙法，不过只练了第1册。 准确说是残缺仙法，不过因为气运，我写的道章照样能升级，从幽冥绝境变成了轮回绝境，效果也是改变了。偷取对方30%的实力，补天境境以下都能拉进来开房。除此之外，我还能主动取消轮回绝境，同时白嫖对方30%实力。 但是这30%实力不能叠加，也就是说，我不仅能开房，还能退房，还要收押金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白嫖。开房、退房、收押金，讲究的就是一个白嫖。
我真是天才。我最亮，小雨你看我。亮。无限寿命自杀功法，白嫖仙法。我的路和所有人都不一样，没人走过又如何？走自己的路就行。金丹法、元婴法、黄法、圣法、地法，仙法无尽，看悟性机缘。而我的路是白嫖，讲究的就是一个开房退房收押金。闲着也是闲着，泡一壶。你不喝？泡好了，正好喂狗。开局炮打马。你马没了！三兄弟都是臭棋篓子，我的杀招很经典，开局炮打马，追求的就是一个你马没了。练的丹药终于能治伤了，叫大黄狗试药，让赤羽随便切一刀，他差点把狗剁了。一是在抢救，如炼师扛着工具问我，他还需要留下吗？我曾教育他们要文明下棋，不要吃马还喊出来。2天后，我吃了黄狗3局的马，还大声喊你马没了，爽！这就是象棋。后来象棋推广开了，大家都开局打马，打架的也越来越多。小长老来问我原因，我说可能是他们发情了，在争夺配偶，总不可能是因为开局打马吧。再后来我下棋总输，翻棋谱研究了半夜，才从字里行间看出4个字：开局打马。日记丢了，算了，不写了。反正也没写什么真心话，哪个正经人在日记上写真心话呀？你觉得自己能够下潜到剑海多少米处？不知道。500年后入门大选，成功进入宗门的弟子都会有一次剑海悟道的机会。你因为道心受损不能参加入门大选，但我还是给你申请了剑海悟道的机会。谢谢你，老壁灯。什么意思啊？家乡方言，对尊敬的长辈如此称呼。剑海悟道，你一定要上心，早做准备，潜得越深，收获越大。弟子知晓。我知道你道心受损，所以现在不让你去和其他弟子争斗，但是道心不可能一直吃种子吧？弟子知晓。虽不疼，最近要心里小心些，似乎多了感觉极怪蚊准时，每总觉得像被蚊子就要来一次。你要注意，有这种现象记得和我说。您一定要保养好身体，我还等着给您老送终呢。你这么有孝心，为师也算没有白对你上心。理应是黑发人送白发人。那只大黄狗呢？你最近走的似乎和它很近。家里缺个看家护院的灵宠，就让他来了。这大黄狗也有些奇特，别的本事没有，就是能活。我刚来苍天剑海时，它就在剑灵外边守门了。真按年纪论辈分，我还得叫他一声师兄。那多不好意思啊。只要修行一事你不怠慢，其他都好说。天才在任何地方都有特权的，希望你能明白。另外，你已经在斑山境当了50年了，准备去剑林取一把自己的剑吧。此事越快越好。剑灵里边存着的便是飞剑，每把都有自己的本命神通，高品质的还能温养出剑灵。剑灵不死，飞剑不灭。剑灵之中便有300万飞剑，由剑士看守。每取走一把飞剑，就要挨上剑士一剑。只有斑山境才能稳稳挨上一剑而不死。保险起见，先把点数扎到气运上，凑个成。气运值200，成就达成。飞剑之子终极，天道暗中庇佑。暗中庇佑，还是明里更有安全感啊！哥，因为你，我会记住这100年。这狗留不得，他妈的有逆骨！我走了。说是剑灵，其实更像是剑种。飞剑都在抖，应该是正常异象吧？仿佛天外大将道观。这是什么情况？300万把，每取一把剑，就要挨剑士一剑。300万把，那不是要挨300万剑？走！
等一下，你先听我解释，我不是来取剑的，我就是进来看看，真的。这力量，我靠！剑是自苍天剑海开宗时便已存在，是一抹圣人意志转化而成，失去所有想法，只换来数个大师的手剑意志。他不会听解释。剑灵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300万飞剑同时异动，这怎么可能？好啊，好啊，圣人打底的天资，300万飞剑齐齐共鸣，此子未来不可限量。这剑势下手真狠，又来了！这剑势是真不给人喘气的机会啊！这一剑躲不开了。这剑势是岛海经2、3层实力，杀力堪比4、5层，青铜剑3层，盔甲1层，硬抗不划算，跑！打不过就跑，这不丢人。再砍就不礼貌了啊！终于安全了。哥，你成功了！没有。我靠！你怎么追出来了？迎难而退，也能当大地苗子。跑都不让跑。行，既然跑不了，那就打吧。该我了。我都跑了，哪有追着打的道理？既然你非要打，那就打个痛快！再来！再来！痛快！300万飞剑同时异动，前无古人，元婴悟道一步搬山，真龙意象不输大地天资，大圣不输准大。可惜了，要是早3万年来就好了，时间对不上啊。道心也快受损了吧？我肯定是死不了的，我也不想将自己的性命安危放在这群看客长老上。300万飞剑，我一剑未取，你先砍了我这么多剑，如今连本带利一并拿了。我不是剑修，也不懂剑，但我可以是一把剑。可以。天下飞剑，切入我腹。差不多了。苍天剑海，再无剑者，再无剑者，因为我就是剑者。逆了天了都！
试试威力。7成圣人意志，好东西。你们都看到了啊，是他先动的手。确实，防御过当，把整个剑林的防御都弄没了。哼，极好的防御。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。浅、懒、通透、独一无二。啊，舒服。这小子不像来修行的，倒像是来养老的。剑林没了2个月，往后搬山弟子去哪儿取剑？找臣下，让他吐一柄。吃尽300万剑，这种事做梦都不敢想。嫉妒不了。既圣都，何圣夏？你已经念了3天，晚辈输给前辈很正常。从今日起，他是陈前辈。你的道心好了，大半。陈前辈不比了，接下来研究秋离，一直挑打得过的他，我便是无敌。你这脸色3个月没好。300万剑气要用器械的压着，等填满识海，体内就是剑海。我锤碎大手后，灵气落回小天地。200年过去，已有3名金丹3足鼎立，一整个小天地供我修行，和博龟悉数合在一起，约是常人2倍。勉强算我100倍，不夸张。真龙器材300，还早。对钓鱼翁而言，我修为越低越安全，不长肉的猪最长寿寿，真长寿了，就做剑星剑。300万金纯剑力已经完全替代了我的识海，成了一片剑海。300万飞剑的意象就是这剑海里的游鱼，鱼有大小，飞剑自然也有强弱，得先搞清楚等级划分。你要哪类典籍？说一个大概范围，我能够帮你寻找。飞剑等级划分相关的。飞剑4品相关典籍，收录仅此1本。灵剑，开了灵智的飞剑，不常见但也不罕见。搬山境剑修一般配一把灵剑，大家族天骄可能拿道剑。有些天骄剑修出生就带精纯剑意，能吸引灵剑自动认主。有史以来最天骄的，也不过吸引道剑认主。半仙剑不会主动认主，带了仙字就有傲气，得自己去请。天下半仙剑都记录在册，能引得半仙剑认主，天资打底是准胜。仙剑就虚无缥缈了，书上记录也就36把，散落大诸天，每把都跟郭大帝征战，天下杀伐最猛的存在。如果说半瓶气是绝世美人，那么仙气就是会串制服的绝世友人。这书写的都是什么玩意儿？此书作者王阳子，风格异于常人，内容详实，可作参考。行吧，比喻虽然离谱，但话糙理不糙。灵剑劈山断海技，道剑展开大陆技，半仙剑灭世技。这里的灭世，按我的理解，就是斩灭一个星球的威力。仙剑的威能也没明确记录啊。你如果好奇的话，可以亲自去挨上一剑，
咱们界域便有一位持仙剑的大帝，你要去吗？谢谢你啊。入门到入土，果然不是很正经。体内300万剑气的运转庞大的气血去制衡，导致我一直贫血。这都2年了，脸色就没白回来了。哦，不对，一直都是白的。药汤能补充气血，快喝快喝。你这药材哪来的？雷长老的药林子摘的。雷长老脾气好，寻常弟子生病了拿几株，不算偷的。雷长老，听其他预备弟子说过这位的事情，是个好人。以后你要去摘药，就给些钱吧，走失白条也不好。这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没钱啊！我也没钱。苍天剑海不给预备弟子发俸禄，那暂时就只能白嫖了。等我把剑意温养完了，就去做些赚钱的买卖，至少把雷长老的药材钱还回去。好人的钱不能白嫖，不然人人都白嫖，天下就再也没有好人了。要不我把收藏的衣服拿去卖了吧？谁会买你的衣服？但凡正常一点，都不会买大黄狗穿过的衣服吧？图啥？狗味裤衩？我收集了宗门里很多女修士的衣物，其中不乏贴身衣物，我觉得应该有人要买吧。千万别捉！你赶快把这些衣物烧了！为什么？这都是我辛辛苦苦一件一件偷来的。俺道心受损了。这里面水深，你把握不住，下辈子注意点。亭子呢？亭子被拆了，我现在不是很在意，但别让我知道是谁拆的，不然就很在意了。大黄狗怎么还没来？勾着个脑袋看什么呢？师兄出来了也不知道问好。让你起来了吗？就你这平平无奇的资质，也好意思站起来和师兄们说话？哟，原来是这么大一包零食啊！那师兄们就受点累，和你7、3分吧。怎么不愿意？我给你说说什么叫7、3分，我们7，后面的长老3。至于你，你就是个跪着要饭。又是正式弟子欺负预备弟子，不过要是挨打的是帝都，我倒是要凑上前看看热闹。可惜不是。身上有什么好东西都拿出来给师兄看看，也算是孝敬师兄的礼物。如此才不枉师兄蹲点呀！还给我！把东西还给我！这预备弟子该再隐忍一些的，毕竟打不过。东西？什么东西？这里哪里有你的东西？明明都是我的呀！你就是想抢夺我的东西，所以才被我单手镇压。废物东西还敢还手？莫说是你这刚进宗门的废物，就连在宗门里历了几千年的亭子也被我们一脚踹烂。就你他妈拆我亭子是吗？不知道是哪路长老有这么好的雅兴，竟然对我这个弟子出剑。我二人是3长老座下的持香道童，虽地位不高，可也总是个职位，你应该出来解释一下。你们做错了一件事，且是大错特错。修士之间本来就该争夺，高境修士有格外特权，这是3长老经常教导我们的事情，我们也是按着3长老的教导来做事。此人要是与你有关系的话，那就算我们冲突了。这人再厉害，应该也不敢和3长老来叫板。
等下就说自己是无意的，随便道个歉就算了。你们错的不是这个，我也十分认同三长老的话语，毕竟我等下来可能要殴打两人，也算是修士之间的争夺。您既然认同的话，那我们就没有做什么吧？不，你们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。你们把我的亭子给拆了。我们是无意为之，看着亭子太老旧了，才推了，准备重新给您修缮一个。修缮？现在都没见你修缮，糊弄鬼呢！我们这就帮您修缮。先修修你的脑子吧。2把本命飞剑，而且第2把金黄飞剑上的精纯剑意比第1把紫金小剑还要多。你是什么物种？这些大中期的物种都长得奇形怪怪的，不太好认。我是天雷灵蛟，3长老座下的持香道头，马上有机会晋升成暴炉道头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没怎么听过您的消息，不过您要是提点一下，我应该就知道。我与宗门里的许多长老都交好。那你这不行啊！来了预备弟子的巫舍处，竟然不知道我是谁。你一定是哪位天之骄子，在预备弟子区域潜心修行吧？你这么好使的脑子，不拿去炖汤真是浪费了。您能够拥有2把本命飞剑，应该是宗门内的天骄剑修。我们没有印象，想必您必然是哪位前辈。不是2把，像这种飞剑，我以后48万把。48万把，一个人身负48万把本命飞剑，专门养剑的剑宗都没这么多吧？他一个人抵一个宗门。3位大地苗子最后一位，10几年前吞了剑灵300万飞剑的陈夏。长老放言陈夏腹中途陨落之后，现在还被他惨死，而且招惹的原因就因为拆了个亭子，这理由是不是太随便了？3天之后我要看到亭子复原，不算很为难。不为难，不为难，3天绰绰有余。好，这2柄剑跟着你们，算是监工。这监工还带斩首功能的。我一向是以礼服人，你们没有不服的吧？不，心服口服。这不就对了吗？能讲道理解决的事，干嘛要动手呢？这储物法宝对你很重要吗？重要，是阿爹给我的，族群未来领袖的信物。储物法宝还给人家吧，不然要是族群没了领袖，去当呀。也不是不可以。还，这就还，灵石也一起还。记住，你欠我一个人情，虽然我可能不需要，但你得记住，这是规矩。要是好人真没有一点回报，那就太不对了。多谢陈夏师兄，大恩大德没齿难忘。听说了吗？陈夏师兄昨天把金雕和天雷灵蛟都给收拾了，那可是正式弟子里的狠角色。我几十年前就觉得陈夏潜力最强，如今一看果然如此。你几十年前还在宗门扫厕所呢。若是按照这个势头下去，岂不是以后小长老见了陈夏都要绕路走？应该是这样，毕竟是真真正正的顶级天骄，甚至还压了帝都和裘力一头。以后小长老、内部的长老见了他都得低头。陈夏，大事不好了！又把雷长老的药灵烧了？不是，比那严重多了。我听外面都在传，昨天宗主跪地求你别走，说苍天剑海不能失去你，就像西天不能失去佛祖。真是麻雀舔了你的屁股。什么意思？确实有理。赤羽呢？怎么还没回来？出去好些年了吧？当初他说回族群拿滋补气血的大药，这都10几年了。我气血都恢复了，他还没回来。我要是真有生命危险，指望着他，坟头草都3丈高了。他回去拿药应该不至于拿这么久吧？不过他当初走的时候说过，族群的大药很珍贵，不太好拿。我还专门劝了他一句。你劝了他什么？也没什么吧，我就给他说，要是拿不出来的话，就直接偷出来。好，罪魁祸首找到了。他说自己是族群少主，他爹是族长。我想着这大药本来就该是他的，不过提早拿出来而已，有问题吗？你觉得呢？应该没什么问题吧。其实我对赤羽的安危倒是不担心，就是好奇问问。他之前一直想要成圣，现在在我的熏陶下，志向变了，
赤羽应该没有这么憨吧？不好说。反正也不是我挨大嘴巴子。哥，听说你上次殴打了2个正式弟子，还是2个神秘种，也不算殴打吧，就是单方面的恐吓。对了，那里被拆的亭子修好了吗？早就修好了，不过就是有些不像亭子。像什么？这2人不会阳奉阴违，给我修了个厕所吧？像宫殿，而且门口还有你的灵石雕像。据说他们最近还要扩张，已经买好了地，打算在宫殿外边再修一个园林。这么努力，没想到金雕2人对这个事这么上心，果然当初的恐吓没有白弄。他们2人好像还成了剑修，天天把飞剑挂在身旁，都挂了3个月了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。一柄紫金小剑，一柄金黄飞剑，连哥你都知道了，看来他们炫耀的不轻啊！怪不得金雕2人这么积极，原来是我忘了把飞剑收回来了。不过他们这飞剑好像不太听话。哟！我看到飞剑抽他们大嘴巴子，好家伙，剑印子都扇到脸上去了，那是真打呀！你信不信？我瞧着不像是他们驯服了飞剑，更像是飞剑驯服了他们。我的炼丹术到瓶颈了，想再精进就得改改。铁锅帮我炒出不少丹药，没功劳也有苦劳。先改丹方和手法，换锅放最后。炼丹只看3点：丹炉、丹方、手法。娴熟手法能弥补前2样不足。入门精良、完美、天作。过程再花哨，承担无责也只是入门。用锅也没错。如果你可以炼制地药的话，或有头绪，请速来联系我。我在界域第7星等你来探。丹鼎对于炼丹师而言，就是制服对于制服孔，屎对于狗，厕所对于屎壳郎，越精细越好，越精细越好。想拥有一个定制丹鼎吗？就来界域第7星找我吧。又是王阳子，老逼灯写书，处处想招揽生意。你也喜欢看王阳子的书呀？那你可真有眼光。王阳子是我最推崇的丹道大师，要不是这几百年我抽不开身，不然就去界域找王阳子讨论丹道了。你也是炼丹师吧？从某一方面来讲，更像是一个厨子，毕竟我用的是铁锅。没事儿，只要你有心，就算是厨子也能成为炼丹师。好。你是人族吧？好，如今的人族可不多见呀。记得上次来苍天剑海的人族还是在上次了，可惜打不过那些远古中途就跑了。可惜什么？不过这也没办法，人族的平均天赋在万族之中确实有点弱了。不过人族有一点是其他种族比不了的，人族与天地大道的契合度最高，平均天赋弱，但会出怪物，上限直达大殿的那种怪物。苍天剑海之中便有一位人族大帝，可惜近几千年都没出过这种人物了，也许要等到下个大世才会重新出现人族大帝吧。打不过远古种也别灰心，丹道大成，就用丹药让别人替我们打，此乃丹道。我叫张道明，宗门丹药长老。3个月后带丹炉来，我教你炼丹。好，正好看看科班手法。丹炉旺气，时辰、药材、炉火、手法，缺一不可。天时地利齐了，人和看丹师。精良只容1、2处小瑕疵，完美则丹气、丹香、丹形都不能有缺。天作，只有丹道圣人可求。金炼道药观玄丹，只让人看准帝记忆中的大玄都。真意太强，搬山倒海，直接看会丧命。老张，来这么早？早做准备。正午过3刻最佳。可练。
时辰快到，他大概不来了。张长老，我带丹炉来了。